医生告诉我肺癌晚期的时候，我兴奋地把医院的厕所舔了一遍。我这一生活得太苦太累，读书被同学欺负，上班被领导刁难，结婚后被妻子各种嫌弃。早点离开也是好事，然而厄运却接连不断，被人当成小偷，坐地铁被当成偷拍狂，甚至去公园上厕所都遇到老太太碰瓷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毁灭吧，谁他妈都别想好受。出了医院，脑子里回想着医生的话，我不知所措地走在街道上，正想着怎么跟妻子离婚时，忽然响起了一道清脆的手机铃声，不知道谁的手机掉在了马路边的凳子上。我走过去接下了手机，电话屏幕中显示出一张大饼脸。你听好了，偷窃财物2000块就够判刑，你的脸已经被我录下来，所以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，马上把手机给我送过来，这手机15000块。我猛地一愣，这胖女人居然把我当成了小偷。我没偷你手机，应该是你掉这里了，过来拿吧。听女人说要报警，我习惯性害怕麻烦，耐心解释，我手机会掉，你以为我傻了？哼，赶紧给我送过来，别讲任何条件。怎么这么多傻擦？我眉头一皱，刚想继续解释一下，电话中又多了一个男人的脸。你特么的给我听好，手机是我送女朋友的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不给老子送过来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你特么的！我终于爆发，本来心情就差，还被诬陷偷东西，我直接把手机往马路中间抛去，随着一辆辆车开过，直接把手机碾压成了一堆渣。看着碎成渣的手机，20多年来第一次感觉这么爽。此刻的我终于释然了，去特么的！剩下的6个月时间，老子只为自己而活。回到家中，妻子穿着浴袍出来，她看见我眉头一皱。今天回来这么早，把电吹风给我拿过来，我晚上要去喝酒，给我熬点小米粥。我没有说话，默默地拿过吹风机递给了她，她厌恶的表情一点都不掩饰。滚开，去漱口洗脸。你又抽烟了，给你说了多少次，抽烟之后没刷牙洗脸，不准进屋。高分贝的大喇叭又开始了，那是小区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，他们每次都会跳到很晚，周围的居民反映了无数次，甚至都报警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之前为了让这帮大佬降低音量，我买过几箱汽水送给这些武林人士，大爷大妈喝完汽水掰掉手，跳得更欢。今天我不打算再忍了，我走进储物间，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手中多了把铁榔头，妻子鄙视地看着我。软蛋，每次样子很凶，事到临头就走的，别走，砸了音箱，老娘随便你怎么样。我晃了晃手中的榔头，感受了下重量，拉开房门给他留下一个背影。他觉得有点不对，这怂蛋今天好像变了个人一样。他头发都顾不得吹，来到阳台想看我吃瘪，然后作为嘲笑我的素材之一，我下楼，楼门口多了几大箱水果，还有12升1桶的纯净水，6桶，这都是9楼唐月月家的。唐月月一看到我出来，就马上叫住我，把水果和水搬进电梯，我家门没锁，你放厨房记得码整齐，别碰着厨房冰箱。以前的我不懂拒绝，唐月月经常指挥我干这干那，我拎着铁榔头看了一眼唐月月，没空，自己搬。唐月月火大了，我一个女人，你让我搬这么重的东西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大家都是邻居，相互帮个忙而已，有你这样自私的人吗？搬东西找你老公去，少他妈的道德绑架。我没好气地说，你有点脑子吗？我老公每天上班有多辛苦，你知道吗？我当老婆的难道就不能心疼一下自己的老公？真是无语了，我没理这个女人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几步来到跳广场舞的地方，2个2尺高的木质音箱，声音高昂，功率十足，让整个小花园有种环绕立体声的感觉。我走过去，二话不说，一把拔掉电源，音乐声戛然而止，跳得正欢的老人们都停了下来。没音乐跳舞不带劲，这让他们非常不爽。你想干嘛？把我电源给我插上。好几个老人都认识我，我送过汽水给他们喝，所以对我的印象不错。我朝着老人们笑了笑，拿出铁榔头手一挥，3、5两下将音箱砸得稀巴烂，把 MP4 播放器给砸了，还使劲踩了几脚，太爽了，还特别解气。我朝他们甜甜一笑，这下知道我要干什么了吧？老人们气坏了，老人越是气愤，我感觉越是以前是我气，现在轮到你们生气了。几个老人要上来找我，拼命做好要抱住我大腿不放的姿势，还有个老人顺势躺下，捂着心脏高喊：杀人了，快来人了！声音惨绝人寰，但是没人鸟他们。我收好铁榔头，拔腿就走，没给老人缠住的机会。回到楼下，对着怨气十足的唐月月说：我找了几个老人给你搬东西，马上就来。唐月月一听说我找个人，怨气也消失了，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我。我没理唐月月，快速进电梯回到自己家里。妻子在阳台上看到了这一切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是还是我那懦弱的老公吗？做事如此果决，连老人躺地上耍泼都不管，砸音箱的样子太帅了，结婚2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帅过。我回家换鞋，收好榔头，洗手漱口，然后盯着妻子。她读懂了我的目光，别，要不等我聚会回来再说。她都忘记叫我窝囊废，我直接扑了上去，跟她来了个负距离接触。2分半之后，妻子气恼地说：真是没用，你是爽了，我还得重新去收拾，烦死了。离婚吧。我直接对妻子说道。什么意思？爽完就要离婚？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办完事就无情？你不是一直想嫌弃我没用吗？现在给你自由，去找个能力强的老公。
我不想多说，我身体累心也累。你现在牛了是不是？有本事再来一次。妻子继续打击我，尽管刚刚我的表现让她相当满意。这时门外很嘈杂，我拉开门，门口有大量老头老太，还有唐月月，全都红着脸，也红着眼。不要以为给点水果我们就不找你赔钱，一共2200块。这是广场舞的头目，他快70岁了，张口就找我赔偿，要得理直气壮。给水果？给什么水果？他们把我放楼下的水果全抢了，说是你赔偿他们的。唐月月说话都带着哭腔，唐月月以为这帮人是我找来帮他搬水果。我开心的把水果分给这些人，这些人是真的帮回了家，只不过他们搬到自己家里。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我没想到随口说一句话都能惹出这么大事情。这时候，妻子穿戴整齐，拎着精致的小包，对站在门口的我说：“让开，我去聚会，凌晨2点左右记得给我电话。如果我喝醉了，你来开车。”看着妻子那张精致的脸蛋，我正要让她留下来谈离婚的事情，可她直接就离开了。看来她以为我说离婚是开玩笑的。给不给钱？不给钱我就报警。她用手指着唾沫横飞，指头都快碰到我鼻子上了。你严重扰民，干扰居民正常娱乐和休息。你知不知道？本想给你们每个人1000块赔偿，既然你要报警，那让警察来处理，我在家等你们。说完，我砰的一声关上门，打开手机开始录音。门外的大爷大妈被我的态度给激怒，又闹又骂，还使劲围门。巨大的嘈杂声伴随着唐月月的哭骂声。我倒了杯果汁，坐在门口，不紧不慢开心的喝着。忽然又想起了自己的病，笑容就慢慢从脸上消失。这人间太苦太累，早点离开也是解脱。就这样吧，该准备后事了。我忽然没兴趣录音，收起手机回卧室，衣服都没脱，倒在床上，迷迷糊糊中竟然睡着了。咚咚咚，楼板有节奏的响起，又是楼上的小孩在跳绳。说过无数次，希望这小孩跳绳去楼下，这家人从来没听过。我看了看手机，已经是晚上10点了，看来还得再用一次铁榔头。我拿着铁榔头来到7楼，轻轻敲门。开门的是小孩子的母亲，看是我脸色马上拉下来。是不是又要来干扰我儿子跳绳？你知不知道小孩体育考试要考跳绳？你拉着个脸是什么意思？你好意思跟一个小孩子计较吗？我先开这女的走进客厅，客厅中小孩子在跳绳，孩子的父亲一边看电视一边数着孩子跳绳的次数。孩子父亲看到我明显愣了一下。你来干什么？来干什么？说过无数次就没必要再说了。我知道现在孩子读书很辛苦，但是这不是你们扰民的理由。你要是去楼下跳绳，跳到天荒地老都没人管。咣的一声响，我一铁榔头砸在电视屏幕中心，液晶显示屏刺啦几声发出电流声之后变成碎块和一堆电子元件。男人还没跑过，我的铁榔头已经砸在茶几上，茶几面板是玻璃的，我用力太大，哗啦一声，钢化玻璃直接变成一堆碎渣。这是第一次。我说完收工走人。小孩吓坏了，哭出声来，夫妻2人也吓呆了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女的要报警。男的脑海中浮现出我那平静的表情，一阵冰寒从他心底冒起。报警最多赔偿点钱，万一报复我们，那铁榔头、钢化玻璃都能敲碎，敲到人脑上肯定没活路。算了吧。豆豆以后去楼下跳绳，我们凭什么要听他们？我不怕他。女人怒气冲天，坚持要报警，被男人眼神阻止了。我回到家肯定非常爽，太解气了。光脚的不怕穿鞋，不要命的不怕光脚。我没睡觉，我看到手机上妻子在4个小时之前发的定位，陷入沉思。上集说到楼上小孩子晚上10点钟还在跳绳，说了很多次都没有结果，于是我拿着榔头就冲了上去，把他们家电视、玻璃桌砸得稀巴烂，砸完就溜。回到家后躺着睡不着，这时妻子发来了短信，我看到手机上妻子在4个小时之前发的定位，陷入沉思。我常常会怀疑我们之间应该是没有爱情的，纯粹是因为条件合适才结婚的。2人常常因为利益吵架，却从没怀疑对方可能出轨。我一开始以为是相互信任，此刻才明白是因为不在乎。所以你出不出无所谓，只有不在乎才完全相信对方，即使半夜没回家也无所谓。妻子经常去和闺蜜聚会，几乎每次就要让我去开车接。我认为是女人虚荣心作怪，她想要向闺蜜展示她有一个疼她而且很听她话的老公。我纠结一阵，最终还是决定离婚，财产分割给这女人留一半。女人再有千般不好，毕竟夫妻一场，反正都要死的，何必计较太多。我只想走得安心，走得无牵挂。晚上2点，手机准时响起，传来妻子含糊不清的声音：“没用的，还不来接我。”我早已习惯。我打车去酒吧，我把喝得晕乎乎的妻子背出来，去地下停车场找到车，把妻子塞进后排座位，开车回家。之后2人分床睡，各自安好。第2天，我开车来到公司上班，坐在工位上刚吃了2口早餐，手机就响了。什么？东升派出所？我马上就来，最多半个小时。我打车去了东升派出所，刚进门就听见熟悉的吵闹声，几名老大爷在最前面，嗓门也最大，几位老头老太义愤填膺，看到我之后一把搂住我的胳膊。就是他，这下绝不能让他跑，砸我们音箱的就是他。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把我和几个老人带到一间大办公室，警察边做笔录边对我说道：“你充电器借我用，我充电。”这不就充上了吗？你咋买这么多？不是买的，都是粉丝在左下角领的。真的？人人都能领吗？
左下角报备过资质，活动真实有效。看到这条视频的才能领。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Max 都各放了1万台，我看库存快没了。我找他们。左下角库存能再加吗？能，给您左下角开通了全新候补链接，苹果、华为不限量，没货立刻补，下载还有苹果全家桶配套送。好，你们看，现在上线就有领取界面了，我验证过了，从左下角链接下载，填个地址，手机隔天就包邮到家了，放心下就行。那我赶紧去领个。好了，现在开始说正事。我们接到报警说，你昨天用铁榔头把他们的音箱敲坏，严重干扰了他们正常娱乐。我点了点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小区有一小片空白区，类似街心花园，几位叔叔阿姨喜欢跳舞，将路灯的电线拨开，撕拉万接电线来播放音乐。小区除了老人，还有很多小孩子，万一触电非常危险。刚好有小孩子路过，我怕把小孩电着，情况太紧急，来不及商量就砸了音箱。这么说，你砸音箱的事情是真的？是真的，当时太危险了，叔叔阿姨年纪大了，估计也没几年好活了，他们被电死无所谓，可是小孩子不能有危险了。这种不顾小孩安危的事情真的是太缺德了，畜生才能干出这种事情，我真的非常痛心。现在物业也真是的，撕拉万接电线也不管，电力公司的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这种现象也没人来罚款。哎，我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我还没说完，已经把几个老人气得炸裂开来，这不是明摆着骂他们缺的是畜生吗？几个老人打算装心脏病发作，看了看天花板，斜上方好像是摄像头，而且好几个肯定有录像，只好强行忍住。警察，他说的是假的，他就是讨厌我们跳舞，说声音太大，影响他们休息。千万别相信呐，你出口伤人，不尊重老人。几名老人终于没憋住，请不要干扰我记录，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，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轮到你们做记录的时候，我自然会让你们说。警察也很头大，这些老人完全不在意规则，只管自己说。警察终于登记完口供，当然内容也被我描述成老人撕拉乱接电线，而不是跳舞扰民。警察问：是谁撕拉乱接电线的？几个老人相互指责，都不敢承认是自己干的。老人之间竟然开始内斗起来。警察带着我和几位老人一起回到小区，发现路灯的电源的确是被人拨开，还在上面装了一个插座，这证明我说的是真的。通知电力局的人过来，电力局的人也说，这种露天插座非常危险，容易漏电，一旦下雨，漏电的可能性会翻倍。插座的位置非常低，小孩子很容易就触摸到。老人们死活不承认是自己装的，最后电力局和警察都没办法，只好宣布，下次再发现乱接插座，电力局的会将你们罚款，警察会将人拘留，日期至少15天。警察走后，我露出胜利的微笑，收拾你们这帮老东西，小意思。已经是中午，习惯性省钱的我回到家自己做饭，老婆睡得跟死猪一样，每次喝酒太多，她都会睡到下午2、3点才醒来。被老板辞退之后，她干脆不上班，在家当全职太太。我进入厨房煮了碗面，打算吃完就去上班。好像妻子醒来看到面条，不洗脸洗手，直接坐在餐桌旁。没用的，筷子都不拿，你想让我用手抓呀？我没给你煮。得了吧，为了讨好我，班都不上，特意给我煮面。说吧，是不是想涨点零花钱？我想离婚。妻子发出笑声，一点笑意都没有。她埋头吃面，我重新给自己煮了碗面，两人默默吃完。我把碗筷收拾好，然后再次提起离婚的事情。你真想跟我离婚？你没吃错药吧？妻子见我不像开玩笑的样子，好奇地问我。我打开床头柜，把病历找出来，翻到最新的那一页。医生说了，肺癌晚期，存活期6个月。看到病历上写的诊断结果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过了好几分钟，他才哭出声来。原来这个女人还是有一点点在乎我，也想哭，心里某种东西在慢慢融化。妻子忽然在我的怀里紧紧地抱着我。对不起老公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对你关心太少了。我眼睛红了。没事，都这样了，说对不起又有什么用？非要离婚吗？妻子抬起头，泪眼朦胧。对，房子车子我都打算卖掉，留一半给我父亲养老，其他的都给你。离婚了，你重新找人也方便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一个寡妇名声不好听。我不离。随便你，我马上要去派出所。我不离婚，你就去派出所。他怀疑我的癌症没长在肺里，长在脑子里了。这2天你可能没法用车了，车被人砸了，正在修。妻子有点跟不上，一会儿派出所，一会儿车被砸。你这是闹哪一出？来到长丰派出所，接待我的警察看了看表。陈先生，对方还没来，你就大概等10分钟吧。我点了点头。有人报案说在长丰公园附近，你偷了他的手机，你的脸也被录了下来，这是真的吗？我直接把经过说了出来。我从医院出来，路过长丰公园，看到路边有椅子，电话响了，才发现椅子上有手机。打电话的人二话不说就说我偷了他手机，还要我送过去。我当然不可能给他送回去，把手机放远处。后面发生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2个做笔录的警察相互看了看，怀疑我在说谎，但却也无可奈何。还有要问的吗？如果没有了，我去上班了。没了，你再等10分钟吧。报案的人可能迟到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有点不耐烦。约的时间是3点，你们为什么不让他早点来？我们约的他2点50到。警察解释。好吧，再等10分钟。我看警察很无奈的样子，心中有点同情。谢谢陈先生理解，我们警察要是都遇到你这样的好人，我们平均能多活10岁。2个警察对我好感升级，又知道我有正经工作，买房买车，基本上确定我是被诬陷的。3点40，报案人没来，2个警察把我送出门口。我刚到公司，屁股没坐热，电话又来了。
陈先生，报案人到了，您现在方便来一趟派出所吗？我要上班。好的，那就不打扰了。我正要挂电话，忽然听见里面传来尖锐的声音。你们也听见了，他就是小偷偷了我手机，才不敢来对质。快把他抓起来！你们警察都是吃屎长大的吗？马上去给我抓人，小心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差点笑场，说警察吃屎，还说警察吃不了兜着走，这女人百年难遇。挂完电话，我来到会议室准备跟经理请假。一听到我说要请假，所有同事也不可置信地看着开会的经理，经理差点跳起来。请假？项目这么紧，你要请假，请什么假？年假。我3年没请年假，累计到现在总共21天，加上周末等等，刚好1个月可以不用上班。项目经理怒了，这个项目你是主要开发人员，如果你请假，整个项目都会被耽误，我一直没亏待过你了。经理说的没错，为了给我争取工资，他敢跟老板吵架。我也不想隐瞒大家了，我得癌症了，肺癌晚期，医生说平均存活期6个月，如果扩散，3个月内走人。这次把年假休完之后，我会辞职。我的话比辞职更让大家震惊。同事一场，大家以后多吃多玩，祝福大家少加班多加薪。对了，尽量别抽烟。我笑着说，我的笑容有点凄凉。同事们都不说话，项目经理默默地把我从开发资源中移除。我开始写交接文档，善始善终吧，毕竟这个公司对我真不错。今天要来新领导开会，你去吗？同事过来问，不去了，我写交接文档。2个小时之后，妻子打来电话，老公，我来接你下班。我心里有点讶然，这是他第一次来我公司来接我，我自己回来就好。说完我就离开了办公室，车还没修好，我和妻子坐地铁回家，这还是2人第一次一起回家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一个老太太上来对着我说，我要坐这个位置。我要坐这个位置。我以为公交车没空位，正要站起来让座，看到旁边有好几个空位，就没继续提醒老太太。阿姨，这里有空位子。快让座！你这小伙子怎么回事？叫你让个座，你废话那么多。那个位置不靠窗，我不喜欢。快点，我站不稳。我经常给人让座，在办公室坐太久，有时候有座位都不去坐。也许老人想看外面的风景，我打算站起来，把靠窗位置让给这个老太太。那老太太手中的塑料袋直接砸在我头上。不让座，相不相信我再打你一次？老太太脸通红，我愣住了，这老人竟然出手打人，人倒霉了，喝水都要塞牙缝。我发现这2天老遇到奇葩，应该是霉运缠身的表现。既然你这么灵活，我就不给你让座。力气太小，我说了一句，然后掏出手机看小说。老太太明显被我这句话给挑逗，起了口气。老人破口大骂，满嘴污言秽语。我拿出耳机戴上，开始听着歌，鼻子里还跟着节奏轻哼哼。这下可把老太气的烟火都快从鼻子里喷射出来，旁边的几个人都看不下去。阿婆，坐我的位置吧，别打了，你打了那么多次，别人都没还手。另外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着个学生。年轻人主动要让老人坐，少管闲事。我今天就要收拾这不懂尊老爱幼的东西，我是在替他父母教训他。我国的传统美德就是被这种人给丢光了。他都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你还要怎样？你再废话，我连你一起打。老太太横起来，完全失去理智，见谁灭谁。学生有点委屈，明显没被社会毒打过，这点事情就承受不了，眼圈都红了。我看着窗外，见要到站了，站起来对着老太太邪魅一笑。你力气不错，砸在肩上特别舒服，比洗浴中心的按摩给力，谢谢。老太太哪里受得了这气，她双手紧握，高高举起，要使劲砸我。公交车进站减速，老人双手举着袋子，没扶把手，整个人向前扑倒，一惯性直接扑向车前方，头撞在椅子脚边。老太太白眼一翻，休克了。我没注意到老太。车门打开之后，我就和妻子迅速下车，隐约听见车里传来惊呼声，我们也没在意。买完菜回家，妻子主动提出做饭，这是她3年来第一次做饭，尽管全都糊了，又让我重新做了一次，还是让我有了一丝感动。吃完饭后，她又提出去洗碗，在打碎了几个盘子后，我默默地收拾好厨房，然后对妻子说，离婚条款我打印好了，如果没问题，你签个字吧，我们明天去民政局。外面没有广场舞的大喇叭，楼上没有小孩子跳绳，整个房间显得很安静。妻子简单的看了下我给的离婚协议，找签字的地方，我已经签好字。妻子写上自己的名字，笑着说，我的字没你的好看。人好看就行。我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看到很晚，妻子泪流满面，她还是没忍住哭了。不离婚行吗？该睡觉了。第2天早上，2人带着协议来到民政局，2人把结婚证递给办事员，大红的结婚证被回收，换成了暗红的离婚证，离婚证的红色比结婚证的红色还深。我直接去了公司，回到工位打算继续写交接内容。这时开发部秘书小优过来通知开会，大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三三两两步入会议室。谭书博坐在会议室主席台位置上，表情严肃。进来的员工本来说说笑笑，一看到新来的领导谭书博这表情，隐约觉得不对劲，也跟着严肃起来。会场氛围一下就变得压抑。我选了个会场角落坐下，这种大会我都会选择最不显眼的位置谈。昨天我开了整个部门的大会，也跟部分重点项目的开发人员聊过，绝大多数员工工作态度认真、专业，我非常高兴能和这么多优秀的同事一起工作。
但是也有极少数员工对工作敷衍、不负责任，项目延期完成也不知道检讨，找借口的能力非常强，上班迟到，下班早退，这样的员工是公司的害群之马。具体是谁，数据一目了然。这是开发部员工门卡刷卡记录，他将电脑投影在会议室墙壁，墙壁上显示的是迟到次数。公司没有专门的考勤机制，尤其是开发部根本没人考勤。考勤的数据是根据员工刷门卡进入公司的时间计算迟到次数。高居榜首的是陈夏，上个月陈夏不但迟到次数多，而且还有一半的工作日没刷卡记录。陈夏你怎么解释？谭书博当众质问，我像看傻 X 一样看着谭书博。解释什么解释？你为什么迟到次数这么多？还有好几天没打卡记录，你这是旷工。按公司规定，旷工次数超过3次就可以开除。我站起来说道，你的意思是前面的领导都是傻叉，我旷工那么多次都没开除，对不对？谭书博脖子通红，他本来就想拿我立威，见我如此桀骜不驯，在这么多人面前让他下不来台，他差点当场失态。我不管你前任领导是怎么处理的，总之在我手下不行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当众解释，如果不说清楚，立即开除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压制住胸中怒火。我坐下一言不发，那神态很明显，老子懒得给傻叉解释。陈夏，你被开除了，收拾好东西滚蛋吧。谭总开除，我也要给离职证明的，谢谢。我不紧不慢的回答，把谭书博气得半死。秘书小优低声问了谭书博2句，然后宣布会议结束。我没理其他同事探寻的目光，我打开电脑，登录到开发账户，打开代码，嵌入日志，将最近1年的代码提交日志截图保存，再将日志导出，发送到自己私人邮箱中。15分钟之后，人事部的人过来通知我被开除了，然后递给我一张单子，让我签字开除。原因是我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，无辜旷工时间累计达到了51天。通知一式2份，我在2份上都签好字。人事部盖好章之后，收拾好东西，我就直接离开公司。回到家后，我打开电脑，将自己向服务器提交代码的日志截图下载下来，将公司给的拆除通知书用手机拍照上传到电脑，开始写邮件。我是陈夏，今天被开除，开除的原因是我旷工1年，旷工累计的高达51天。公司根据门卡刷卡记录确定当天员工是否上班。我有51天的上班时间，无任何刷卡记录，那是因为我在公司连续加班，没出过公司。附件是我的代码嵌入记录，可以很清楚地显示代码提交的时间，有凌晨2点的，也有半夜11点的。代码服务器放在公司内部，物理隔绝外部网络，因此我不可能在家提交代码。提交代码的 IP 地址也是公司内网的。描述完事实后，我没提任何要求，把这封信发给了公司人事总监和人事部负责处理具体事情的同事。写完邮件，我感觉到胸闷，我平躺在沙发上，看着天花板上灯，没开灯，灯就没亮，就像没有生命，人就成了尸体。前妻柳如烟没在家，不知道是不是回娘家。等胸闷过去之后，我将医院开的7、8瓶药拿出来，按照用法与用量分别倒出几粒扔嘴里，用水送下肚子。药物的糖衣在我的舌头留下隐约的甜味，服药也是甜蜜，就像人生甜蜜中包裹的其实是苦涩。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公司人事打来的，人事部的小女生说话的声音很好听。陈夏，你那个邮件我们总监看到了，你能来公司一趟吗？我身体不舒服，打算去外地散心，这不来公司了。是这样的，公司对你开除的决定有点仓促，赔偿方面都没谈，所以想让你过来补签一个赔偿协议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把相关文件给古红律师事务所，他们等下就来跟我签委托协议，我会委托律师过来谈。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，人事小女生说道：要不稍微等等，我把您现在的情况给领导说一下。好。我当然没叫什么古红律师事务所，我虚晃一枪，目的不仅仅是让谭书博难受，也是为自己和开发部的其他同事争取力。开发部7个小组，大家关系一直不错，我对谭书博没好感，也没恶感。我这样做只是想让谭书博知道，领导和下属大家各自安好，别因为你是领导就可以随便处置下属。10分钟不到，人事部的小女生电话又来了。你有什么要求，直接给我们说，没必要去找律师。领导说了，尽量满足。让谭书博给全公司员工发邮件，承认当初我是错的，还要谭书博在开发部开会向我道歉，就公开道歉。6点之前我要知道结果，如果没结果，我默认公司拒绝我的要求。挂完电话，我觉得神清气爽，不知是药物起作用还是开除的事情，再按照自己预期的方向做。没等到6点，电话响了，是陌生的电话。我接通后，听出来是谭书博的。陈夏，我是谭书本，我向你道歉，没充分了解情况就对你做出了开除的决定，是我不对，在这里郑重向你道歉。你开除我的时候是公开的，道歉我也希望公开。我已经撤销了开除你的决定，希望你能回到公司上班。我已经有新工作了，回来就算了。你的道歉我也不接受，因为没公开道歉。说完，我主动挂了电话。谭书博气得差点把手机捏碎。你离职就离职，你故意激怒我，给我挖坑，有你这种人存在，简直是程序员的耻辱。公开道歉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他来公司不到1周，就公开给手下员工道歉，威信全无，还怎么管手下的人？道歉电话是打了，如果不打，他把这个事情搞大了，
影响公司形象。可是现在陈夏不接受道歉，他提了什么条件？人事总监问。韩书柏纠结了几分钟，还是说出了我的要求。他要我公开道歉。人事总监不是傻子，他知道了谭书柏的难处。两人聊了半天，最后弄出一个协议，因为个人原因辞职，公司感谢我这些年的辛苦工作，赔偿我12个月的薪水，这是人事部能弄出来的最大赔偿金额。除此之外，他们没想出更好的方法，毕竟一旦打官司闹大，不知道最后会弄出多少事情。我接到人事部通知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。好，我明天来签字。我满口答应。我税前3万块月薪，12个月工资就是36万，因为是赔偿金，属于损害补偿，也不用交税，算是一笔意外之财。晚上11点，开门声响起，妻子终于回来了，眼睛红肿，脸也有点浮肿。我要回趟老家，如果有人来买房，你去谈，不能低于600万。你多久回来？1个月之后，不用上班，被开除了。这是赔车的钱，我转你100，你以后别大手大脚，也别买什么乱七八糟的理财产品。我也不认识什么人，没法帮你找对象，房子尽快卖掉吧，不然你都没钱花。忽然，妻子抱住这个被他喊了3年窝囊废的男人，把头埋在我的胸口抽泣。他人漂亮，能找到更有钱的男人，但是再也找不到比我对他还好的了。虽然我们离婚了，但是我还在担心他的未来，怕他没钱花。妻子就这样使劲地抱着我，像抱着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。人就是这样，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贵。第二天我去了趟公司，人事部把开除决定取消，换成了正常离职手续，还找财务部给我多发了13.5个月的工资，其中半个月是我未发的工资，1个月年假直接折算成钱，剩下的12个月作为离职补偿。忽然间得到40多万块钱，我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。除生死外，其他都是闲事。癌症像一块巨石压在我心头。癌症晚期只剩下6个月，我打算回老家待1个月。我开车回家，打算带上换洗衣服。妻子没出去玩，让我有点小意外。看到我在收拾衣服，妻子又是一阵内疚，自己每个月都在买新衣服。我结婚后就没买过一次衣服，还穿着3年前的衣服。等我收拾好，妻子已经弄了一大桌子菜。放心吃，不是我做的，订的外卖。他对自己做饭的水平相当不自信。天色已晚，妻子弄了这么多吃的，他怕我身体出问题，希望我第2天再回家。以前我都是坐长途汽车回家，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能到家。村里有人外出打工赚钱之后，买了车开回家很有面子。我的父母也希望我能开车回家，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没开车回去还笑话父母虚荣心重。直到母亲在1年前离开人世，我特别难过，这也成为我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。这也是我宁可劳累5个小时也要开车回家的原因。第2天早上，我起床看到桌子上有件鸡蛋，有牛奶，有面包，妻子在厨房。你弄的？多吃点，路上会饿。我没说什么，默默地吃完早餐，发现昨天晚上找出来的衣服裤子都已经叠好了，还装进了塑料袋。我提着塑料袋放进车后备箱，拉开车门，发现副驾驶上摆放有饮料、面包等吃的。路上要吃东西，累了就去服务区休息。你考虑的真周到。我夸了柳如烟一句，启动车给柳如烟摆了摆手，迎着小区斑驳的阳光，开车回老家。父亲陈大东在县城当门卫，我没去看父亲，先开车回乡下老家。老家2层楼的房子，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就很少回家。我车停在家门口，魔都城里的那个家是1套房，这才是我心中的家。我忘记带钥匙了，进不去。提着香烛纸钱，拎着2瓶酒，我来到山坡，这里有母亲的坟，坟头上草长得非常茂盛。农村有传说，好人的坟头上草会长得茂盛。垒坟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把周围的草挖过来，垒在坟头上。我的母亲说了，她不需要。我拿出3个酒杯，斟满酒，放在坟前，跪下磕头。抬起头的瞬间，满脸眼泪将纸钱点着，将剩下的酒浇在纸钱上。淡蓝色火苗腾空，纸钱慢慢变成了灰。我跪了好久，腿麻木了，我就坐在旁边，就像小时候妈妈在做针线活。我搬着小板凳坐在旁边，听妈妈讲村里的飞短流长。妈妈说了要给我带孩子，妈妈骗人，我还没生孩子，妈妈就丢下我一个人走了。我在城里经常觉得孤独，现在在妈妈身边，我的心安稳下来。妈，我很快就要来陪你了。我以前基本说的是来看你，这次我估计6个月后就来陪你了。我希望安葬在母亲身旁，这可能是我一生最好的归宿。祭奠了母亲后，刚回村就听到村长说表妹差点被凌辱，我连忙开车到舅舅家，家里就表妹一个人。我记忆中的齐淑兰梳着辫子，带点婴儿肥，脸蛋红扑扑的，很活泼。听到有人敲门，齐淑兰惊恐万状，从门缝中看到是我，才敢把门打开。兰兰，来，哥哥给你买了很多零食。齐淑兰反应很迟钝，过了10几秒才摇头表示拒绝。我心一揪，从小那个跟着我屁股后面的妹妹，竟被折磨成了这副模样。没过一会，舅舅和舅妈扛着锄头回来，看到齐淑兰站在一边叹了口气。我没敢直接问表妹的情况，偷偷问舅舅，那个畜生在学校里要凌辱舒兰，舒兰在女生寝室衣服都被撕破了，寝室4个女生，其他3个女生都吓坏，要不是有老师过来巡逻。舅舅简单描述了一下情况。警察怎么说？警察来把那个畜生抓走了，
很快就放回来，说他们有大医院的证明是精神病，还有抑郁症，这个不算违法。舅妈在旁边抹眼泪，兰兰吓坏了，不敢去学校，天天做噩梦。我知道了，1周之后让舒兰来学校上课，其他事情你们都别管。舅妈，我给你转1万块钱，你买点好吃的。兰兰太瘦了。本以为这个世界除了我爸，其他人不值得牵挂，看到齐舒兰的瞬间，我一阵揪心的痛。原来这个世上值得我牵挂的人还有很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开车去看望了下父亲，交代了几句后，就来到了表妹的学校。这也是我的母校，当年成绩不错，以全校第5名的成绩考上了名牌大学。对学校，对老师，我充满感激。但是这次不是来感激学校的。来到校长办公室，我把手中的2瓶名酒放桌子上。孟校长您好，我叫陈夏，8届学生，好多年没回母校，想来看看。孟校长笑了笑，顺手把2瓶酒收起来放桌子脚垫，显得不那么显眼。他认出来了，这就好几千1瓶，学生回来肯定是有事情。我寒暄了几句，开门见山道：我有个表妹叫齐舒兰，高2、3班的，她在学校被一个叫魏军的人骚扰，差点被……林孟校长脸色变了，起身把房间门关上，叹了口气。齐舒兰的事情我是知道，魏军从女生寝室的围墙翻进来，潜入到女生寝室，我们也报警了。魏军家有医院给的证明，还有医疗记录，他是精神病、抑郁症，这种情况警察也没办法。他们给的证明，学校有备案吗？学校也有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我马上找给你看。孟校长也不知道拨打了个什么电话，对着电话说了一通。一个女秘书拿着一叠资料过来，孟校长递给我，上面的的确确显示魏军是精神病和重度抑郁症。知道了，谢谢孟校长。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不开除魏军？魏军是抑郁症，如果开除，万一出什么事情，学校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我笑了，是魏军的父亲魏长发有钱给学校捐款了100万，学校不愿意得罪他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了。我把资料拍了照，就来到了离学校不到200米的一栋别墅前。这是魏军的家，价格昂贵不说，还很难买到。给我开门的是一位佣人。我叫陈夏，来找魏军同学的家长。我很有礼貌地说。开门的女人进去说了几句，不一会一个富态的中年妇女就走了出来。你好，我是魏军的妈妈，请问你是学校的老师吗？我是齐舒兰的表哥。女人一脸疑惑。你的儿子魏军在学校试图侮辱我表妹。我见对方都不知道齐舒兰的名字，心中只觉得悲哀。有钱人伤害了别人，就连别人的名字都不知道。陈先生笑话了，我儿子不会做这种事情，那只是他发病了。当然我们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，需要赔偿多少钱？陈先生说个数字。女人显得非常有礼貌，说话滴水不漏。不要钱，我要魏军退学，永远不要出现在现场。你是什么东西，敢让我退学？相不相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一个嚣张的声音忽然出现，我完全不用猜就知道是魏军回来了。魏军2步走到我面前。看什么看，老子有精神病证明，精神病杀人都不犯法，更何况强奸齐舒兰早就被我看上了。她跑太快，下次就没这么容易逃。这女人不乖乖的配合，竟敢反抗。我没理魏军，更没有因为对方的话难听而生气。我淡然地看着女人。再问一句，你同不同意他退学？我儿子毛病不少，但是退学的事情就不用商量了。好，再见。别走，老子弄死你再走。魏军非常嚣张，看样子他妈也管不住他。我走出门，还传来魏军的声音：老子随便叫几个人就可以把他弄残，敢来我家耍威风。我找到了一家打印店，把手机中拍好的照片打印出来，又买了10几张厚实的牛皮纸，去油漆店买了红漆。我开始忙碌起来，写字、录音，买了超大喇叭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第二天，我早早来到学校门口，拉出用大幅牛皮纸，牛皮纸上用血红的油漆写的大字：为了钱，学校不顾全校师生安危，让有杀人风险的精神病患者上去。接着，我把数百份资料拿出来，见人就发。除此之外，再启动高音喇叭开始播放这东西。广场舞的音响功率还大的声音直接覆盖了整个校园。各位师生请注意，高27班的魏军是一名精神病患者，他随时可能会做出杀人的行为。精神病患者杀人是不犯法，请大家注意安全，戴好安全帽。声音高昂刺激，让正在早读的学生全都听见了。魏军在座位上气得破口大骂：草泥马，老子要杀了你个狗日的！听到我的广播，结合魏军的表现，很多同学都害怕，尤其是魏军的同班同学、住校生。没办法，没住校的学生陆陆续续走出教室，播放了20分钟左右，我就关闭了大喇叭，在县城街慢慢开到教委，顺便播放着。现高27班的魏军是一名精神病患者，他随时可能会做出杀人和抢劫的行为。学校为了钱不顾师生生命安危。片刻后，我把车停在教委门口反复播放，很快有人过来让我别放，我把检举材料递给了教委。顺便说明一下，2天之后，如果魏军还在学校，我会上市教委检举你们县教委不做，顺便向全网公布。没多久，几十个家长带着愤怒在学校抗议，在教委门口抗议。这个事情要是不作为，绝对会闹更大。教委的速度很快，上午10点不到，安排了好几个人去现场。中午12点，学校食堂大喇叭开始广播。经过查实，高27班的魏军同学患有严重疾病，不适合继续学习，现给予劝退处理。
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我找人弄他。魏军咬牙切齿，想起这个人，用大喇叭让他在同学面前丢脸，他就想把这人弄死。魏军气愤不已，又不敢冲何俊娟发脾气，只好对着家里人。车的声音非常刺耳，接着几个警察和医生出现在魏家宿舍。何俊娟感觉不太对劲，你们找谁？我们得到举报，说你们家有位叫魏军的人有严重精神病神经分裂症状，这种情况随时会攻击他人，不适合在家休养，必须接受治疗。走在前面的医生说道。何俊娟马上解释道：“没这回事，我儿子很正常。”抱歉，根据举报人提供的信息，我们查了精神病院留的记录，你儿子的病情非常严重，隐瞒病情对你和病人都不好。如果不配合，我们会向法院申请剥夺你的监护人权利。警察很严肃地说。魏军看到警察一点都不怕，好多警察来找过他吧，态度可好了。我就是魏军，你们找我干嘛？魏军很淡定地说。咔嚓几声，警察把魏军铐上，魏军脚乱踢。那疯了吗？抓我干嘛？病人病情严重，已经发作。旁边的白大褂说。几个男医生和警察一起把魏军按住，一个护士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针管，一针扎下去。魏军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叫声和辱骂声。药物推进后，魏军依然在使劲挣扎。我没病。医生直接把魏军五花大绑绑在担架上送往医院。请签字。医生拿出一个本子让何俊娟签字。何俊娟气得手发抖，过了好一阵才控制住怒气，签了字。精神病院主任医师就是他写的。魏军有精神病，我直接找到他，很简单的说了一句：精神病只有病情描述，没有开药，没有治疗记录，只要我把这个事情捅出去，你会坐牢。魏军看到李厚恒，以为看到了救星。李叔叔，放了我吧，你是知道我真没病的啊。李浩恒拿出钢笔飞快的写着。魏军看李厚恒不说话，急了。李叔叔，上次证明是我爸妈找你开的，你知道我是正常的，我真没精神病。说句话呀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见李厚恒犹豫犯难，拿起 Pro 70店，假装开始打电话报警。慢着，抱歉啊，还害你手机摔了。没事，我这 Pro 70有昆仑玻璃，随便摔。这手机我抢了好久都没抢到，你加了多少钱？是我左下角拍体的。对了，还得看看左下角粉丝问领的手机收到没？嘿，都收到了。你别装了，哪有这种好事？你不行，不一定别人就没有。左下角再安排1万台苹果15 Pro Max 和 Pro 70，每人再加一台 iPad Pro 配套送。没问题。为了感谢粉丝支持，现在从左下角下载的前3000的名额将再赠送 Mate 60 Pro， 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还真是，上线就可以看到领取界面。要是看不到领取界面，直接卸载。好了，你知道现在该怎么做了吧？李厚恒对身旁的几个医生说道。病人有轻度幻觉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，先开一个疗程吧。魏军一听，破口大骂：我爸不会放过你！立即治疗，把其他病人的治疗延后。你左下角真靠谱，我就挂这一会机的功夫，领的 Pro 70就发货了。我左下角可是专属极速链接，官方24小时包邮到家，先到先得。魏军被弄进治疗室，治疗室的隔音效果很好，只有隐约的惨叫声传出，精神病人都受不了，何况正常人。半个小时的电疗，魏军杀马特造型的头发变得更加明显，头发精神多了，跟精神十足的头发相反，他整个人萎缩下来。不骂人了，一个护士过来要给魏军吃药。精神病人能正常吃药的不多，大部分都需要护士帮忙。魏军当然不想吃药，两个男护工过来神色不善。如果不想被电击，就老老实实吃药。护士明显是在威胁魏军，魏军直哆嗦。电击治疗太可怕了，7、8颗药，魏军没有半点犹豫，一口闷。护士不放心，让魏军喝了水，还检查了口腔，防止魏军把药物压在舌根部吞下去。魏军以为吃药就结束了，其实这只是开始。刚进来处于治疗前期的病人都需要捆绑，魏军半躺着捆绑在床上，能活动的范围很小，头不能一定范围内自由转动。他扭头就看到窗户外面我的脸，我脸上带着得意的笑，要多讨厌有多讨厌，还朝着魏军勾了勾手指。刚刚平静下来的魏军一向横行惯了，哪里受得了这种喘气，他再也忍不住。魏军一边说一边使劲用脚踢不到任何东西，就只好用脚后跟撞击床板，发出咚咚咚的沉闷声音。外面的护士听见声音，立即报告给主任医师，病人情况严重，需要加大电击剂量。医生很快给出结论，两个男护士过来推着魏军的床往治疗室方向走。魏军明白，他再次被吓得全身发抖，用尽全力挣扎着想起身，被男护士强行按住。何俊娟也赶到医院，看到儿子被如此粗暴对待，气得七窍生烟，冲上去就要拉开护士。请不要干扰我们正常治疗。什么正常治疗？我儿子没病，你们要对他做什么？电击治疗，这是治疗情绪不稳定病人的常规操作。什么？你对我儿子电击？医生态度很好，很耐心的给家属解释。他又是难过又是气，当场炸裂。不行，马上给我停止！我要投诉你们，杀人了呀，杀人了！李俊娟尖叫起来。保安医生显得很冷静，几个保安过来，目光阴冷的看着何俊娟。如果你继续闹，我们可以认为你精神分裂，你儿子的症状很可能遗传自你。这里是精神病院，不是普通医院。精神病院从来不怕医闹，如果医闹过分，直接给你开个精神分裂的结论，上电击。如果不服，还可以加大剂量。何俊娟立即闭嘴，
强忍着难受，听着治疗室隐约传出的呐喊声，他紧咬着牙关，选择给李主任打电话。我正在忙，你去703房间等我。现在只能把你儿子当成精神病治疗了，不然我们都得坐牢。那个叫陈夏的人随时在医院逛，万一被他抓住把柄，估计会闹得更大。何俊娟一阵后悔，要是直接答应让儿子退学，然后转学，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。谢谢你，李主任，我找老魏想办法。记得把医疗费缴了。很好心提醒一句，让何俊娟差点当场吐血。老娘花钱来折磨我儿子，造孽啊！回来酒厂的办公室，魏长发刚刚开完会，就接到了何俊娟的电话。你想办法让那个陈夏让他闭嘴，要么给钱，要么让他不敢说话。魏长发觉得可笑，而钱额到我身上来了，不想想我魏长发是什么人。接到魏长发的邀请的时候，我正在宾馆玩手机打发时间，我没有犹豫，直接让魏长发的小弟带领。我到来的时候，没人起身迎接，都盯着我想用目光给我个下马威。我完全没注意到别人吃人的目光，看着旁边有空位置就坐下来看了看周围的人，一下就认出来坐旁边的人应该是魏长发。兄弟，喝白酒还是啤酒？我看了看满桌酒瓶，说道：魏老板找我来谈事情的，不是来喝酒的。肌肉男啪的一掌打在桌子上，给脸不要脸，同意你做了吗？你竟敢坐下！我冷冷地说：谁是魏长发？魏总的名字是你叫的，相不相信？肌肉男还没反应过来，拿着锋利的啤酒瓶对着他脸上扎过去，他迅速往后躲，脸上被玻璃划伤，鲜血长流。我没有停手，一把抓住了肌肉男的头发，另外一只手上的玻璃瓶对着肌肉男喉咙扎过去。等等！魏长发大吼一声，我停手。魏长发他只是安排肌肉男恐吓一下对方，没想到被吓住的是自己。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难道杀过人？魏长发完全相信，要是自己那一声喊完了，这人绝对会割断肌肉男的喉咙。陈哥，有话好好说。我声音依旧冷清。想弄死我的还有谁？找来镇场子的人全都被陈迅镇住。你们都出去吧。他打算用第二种方法，给钱20万作为赔偿。魏长发直接将心中的数字提高了10倍。不够。要多少钱？不是钱，我是说光赔钱不够，我让他在精神病院待半年。我说完，推开包间房门走了。魏长发又气又急，他本来想着让我拿钱，他就报警抓我，20万足够判我好几年。趁着我服刑期间，他想办法给我弄点罪名，一辈子待在里面，然后就可以把儿子从精神病院接出来。没想到我软硬不吃，让他的操作全部落空。魏长发给何俊娟电话，两人在电话里相互指责对方没把儿子带好，吵了半个小时，两人开始谈正事。魏长发说了他对陈迅的判断，希望何俊娟去跟陈迅谈，希望以母亲的身份打动陈迅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，我儿子魏军在精神病院，每天被电击注射药物，还大把大把的吃药。这些药精神病人吃了没事，正常人吃了也会变成精神病。我这个当妈的心如刀绞。我没有半点被打动的意思，鳄鱼的眼泪而已。我表妹在家天天做噩梦，都不敢上学，这都是你那精神病儿子害的。你儿子是人，你当妈的心如刀绞。我舅舅舅妈不是人，他们不心如刀绞。这个事情是我儿子做错了，我们魏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我马上安排人给齐淑兰同学补偿50万，你看够不够？他看我似乎在纠结什么。何俊娟心中暗喜，老魏昨天给他20万，他想都没想就走了，看来还是钱给的不够啊。我把手机拿出来放桌子旁边，何俊娟一看知道对方担心录音，他也把手机拿出来表示自己没录音。有人出60万让我守着你儿子，直到真正变成精神病为止。何俊娟念头飞快，是谁啊？要出60万来害自己的儿子？肯定不是陈迅那边的人，是自己这边的人。70万，小陈，你给卡号，我马上转钱给你。我不要你说出来是谁让你做的，只要你停手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出60万的人现在还没给你钱，要是成之后再给，对不对？仇恨罪可以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我国法律规定，犯罪分子不能担任企业法人。何俊娟听懂了我的话，马上说：谢谢陈先生。我们两人很快分开，我开车回乡下老家，带着齐淑兰去办理了张银行卡，再让何俊娟手工抄了卡号。等收到转账之后，齐淑兰去学校上课，我去精神病院找李主任。魏军的事情到此结束。魏军转学到隔壁县的中学。几天后，何俊娟向法院起诉魏长发重婚，有照片，魏长发和一个女人很亲热，还有录像，一个和魏长发长得非常像的小男孩叫魏长发爸爸。魏长发被判刑2年，法人自然落在了何俊娟手中。2年之后，魏长发出狱的时候，未来酒厂不仅仅是一个空壳，还欠债几百万。魏长发和何俊娟离了婚，分得了一套房子。我把齐淑兰的事情处理好之后，我来到父亲身边。表妹的事情处理完之后，我就想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陪陪老父亲。我带着他回到了城区。妻子之前看父亲是相当冷淡，各种看不顺眼。爸，你喝水啊，吃点水果。我把妻子拉到一边。在干嘛？我对爸好一点不行吗？随你。我没再多说什么，毕竟让父亲不知道自己离婚也是件好事情。随后我打算带着父亲去旅游，毕竟农村人一辈子没有出过门。我打算在生命最后几个月尽一点孝心。父亲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又是兴奋又是紧张，一开始不断地问这问那。小时候父母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，父母老了
儿子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我陈大东命好，有个有出息的儿子。村里其他人大部分都没坐过飞机，我坐了，还要去港城。2个小时不到，飞机停留在港城维多机场。我带着父亲到处游玩，在路过一家彩票店的时候，我顺便买了2张彩票。晚上没事做，我在宾馆陪老爸聊天，电视机在放着彩票开奖。当最后一个数字开出来的时候，我有点疑惑。我找到几天前买的彩票，反复对了10几次，中了2张，1张是特等奖，1张是1等奖。我呆住了，这老天，这狗老天，只给自己留下6个月的时间，偏偏让自己中了彩。第2天，我去兑奖、验票、兑奖、交税，一套流程操作下来，总共万镑到账，折算成华国货币，竟然有9亿多。我也不管父亲是不是同意，带着父亲去了港城最豪华的购物中心回港大厦，里面全都是世界顶级名牌。这件衣服拿下来让我爸试试。这衣服20多万一套，你确定你买得起？早就听说了，港城的服务员瞧不起内地人，没想到在回港中心这种商场依然遇到了歧视。父亲一听要20多万一套，他马上怂了。大宝，这衣服的颜色我不喜欢。你确定我买不起？你敢不敢赌？如果我买得起10件，你把手指砍掉1根。我是售货员，不能随便跟客人赌博。不过我要提醒一句，10件衣服价值大约270万左右，你确定要买？爸，试试这2件衣服，还有裤子，另外拿几根腰带，要跟裤子颜色相配。售货员知道今天遇到大款了，拿来了好几套衣服裤子，让父亲一件件试穿。果然人靠衣装真是不假。陈大东穿着这套价值接近50万的衣服裤子，整个人精神了很多，看上去年轻了不少。爸，这套衣服很合身。选了一阵，总算选了5套衣裤。售货员把衣服裤子叠好，用袋子装好，压制住内心的兴奋。先生，请刷卡。刷卡？谁说要刷卡了？我又买不起，刷什么卡？我只是试试而已。难道买不起就不能试穿吗？太可笑了。我带着父亲昂然离开，售货员气得双手发抖，呼吸急促。那个售货员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明明知道我们买不起，还让我们刷卡。售货员想要骂人又不敢，怕被我投诉。他冲进更衣室，对着一个塑料人体一阵狂打狂踢。我买了一大堆能带上飞机的零食，还带着父亲去其他店买了几万块钱的衣服。给你舅舅家、你二叔家、你姑婆家、你表叔家都要带点，太少了，不够分。这么难吃的东西，必须让他们尝尝。看着忙碌的父亲，我又是一阵心酸。我以为这个世上除了父亲，其他人不值得牵挂，只要把父亲安排好，我就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人间。看到父亲要给那么多人买礼物，我才想起小时候有多少人曾经疼爱过我，给我好吃的，给我小礼物。也许人生就是会欠债，一直还不清。回到家后，妻子的精神好很多。爸，明天我给你做饭。陈迅不吃我做的饭，说难吃。我练了1个月，厨艺大增。好啊，明天我们在家吃饭。陈大东见儿媳妇这个样子，很开心。饭后，陈大东回家休息，我和妻子假装去楼下散步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们都离婚了，你没必要这样。你对我越好，我越害怕。我有个同学叫古小游，我们小学和初中都是同班同学，关系一直非常好。古小游的爷爷至少10年前就得了肺癌，第8医院说这老人最多能活3个月。后来他们家找了个老中医，古小游的爷爷每个月都去找那个老中医看病，老人家到现在还活着，身体非常好。你是说那个老中医能治好肺癌？没治好，但是也没恶化。那还是算了，天天躺在病床上，不恶化也跟行尸走肉没两样，不如不治。我不想自己下半辈子都在医院待着。不是的，老人可以正常生活，自己买菜做饭。他就在我们小区，我跟古小游约好了，周末带着你一起去看望他爷爷，顺便问问老中医在哪里。楚烟，谢谢你。如果能控制病情，我们就复婚，行不行？我想了想，这套房子，如果你不想卖，就直接把我名字去掉吧。第2天午饭之后，父亲坚持要回农村，他说他买的零食再不拿回家就过期了。于是我开着车带着父亲回了老家。刚回到村里，就听说我的远方姨父要我去顶包。陈迅啊，总算见到你了。大志又惹麻烦了，你要是不帮他，他这辈子就完蛋了。大志怎么了？他出车祸了，在开车的时候把人蹭破皮。大志这孩子胆小，开车离开了。可是这个人记住了车牌，已经报警，怎么办啊？肇事逃逸是不对，听说只是蹭破皮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对方多大了？没多大年龄，20多吧。那没事，蹭破皮不是什么大事，几天就好了，大不了赔对方一点钱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没什么大事，但是对方不讲理，非要大志坐牢。姨父，没事的，这种小事不会坐牢的。但是大志打算考公务员，这个是黑点，会影响他考公。对方应该是真的大志要考公务员，想得浅。是的，所以姨父想让你去顶包，你不考公务员没什么影响。顶包是违法的，你别把事情闹大。能用钱解决的事情，干嘛要去顶包？这不是傻吗？没事的，最多坐几年牢而已，3、5年就出来了，影响不大。那个老人已经死了，不用担心后续的事情，医疗费什么的我们出，你只管去顶包就行。我发现有点不对劲。什么老人死了？大志撞死人了？你不是说只是蹭破皮吗？
活的那个只是蹭破皮，另一个年龄比较大，被撞成重伤，去医院路上才死的，非要赖皮说是车撞死的，明明就是医院抢救不及时。现在的人看你有点钱，就想讹人，要不是大志喝了酒，根本不会发生车祸。哎，乡镇的公路太差，养路队的人都是吃屎长大的，收养路费从来不手软，就没见他们好好修路。如果路好，怎么会发生交通事故？真的想找养路队的人赔钱。唐姨父说的话让我彻底懵逼了。你是说大志喝了酒，酒后驾车撞人，一死一伤？他考公务员，分数全县第3名，心里一高兴就喝了几口酒。大志看到人过来有点慌，加上路不好，就发生车祸，根本没撞人，是遇到碰瓷的。那2个人肯定想碰瓷，都是什么人啊？车开过去都不知道躲，新车啊，防撞杆都被撞坏了，修车不知道多少钱。大志那么善良的人，没啥经验，遇到这种人真是倒了血霉。人倒霉喝水都要塞牙缝。这个事情过了之后，我得去拜菩萨。唐姨父喋喋不休，听得陈迅目瞪口呆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把人撞死了还怪别人不躲开，人速度有车快吗？姨父，他这是醉驾，不管撞没撞人都要被判刑的。他考驾照的时候难道没学科目1吗？屁的科目1，他色盲，国家根本不给他考，体检都没通过，哪里来的驾照？说白了就是欺负人。其实身体有缺陷的人，大致是没学过，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喝酒不能开车。我们国家教育太僵化了，很多条款都不人性化，人家国外人性化执法。唐姨父的思路相当飘逸。姨父，别说了，你这事情我帮不了忙。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他怕继续听下去三观都会扭曲，不扭曲也会忍不住踢这个唐姨父两脚。俊，你飘了吧，这点小事情都不帮忙，大家还是亲戚呢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小时候我还经常抱你，你拉屎拉尿到我身上，我从没嫌弃过你。你弟弟有难你都不帮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？读书读傻了？学校怎么教育你的？不知道亲情很重要吗？大东哥，你教育陈迅，不能让孩子这么冷血。父亲也来劝我，大宝，大志的事情，你要是能顶包就去顶包吧。什么叫顶包？父亲觉得顶包这个词语很时髦，我把什么叫顶包给老爸讲了，顺便说道，如果我去顶包，估计10年起步。父亲听了后秒变怒，付你钱，你儿子是儿子，我儿子不是儿子，你凭什么要让我儿子去坐牢？你儿子又不考公务员，怎么就不能坐牢了？这个事情说到哪里都是你儿子没理，连坐牢这点屁事都不愿意顶替，真有什么事情根本没法依靠你这种冷血亲戚。陈大东，我看你也飘了，有大学生儿子了不起，我儿子也是大学。父亲气得没有言语，谁敢害我儿子，老子跟他拼命！滚！两个男人差点打起来，舅舅舅妈站在中间阻拦着他们。我在屋里拿起一个铁榔头，迅速来到父亲面前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姨父。你再不管，下一秒铁榔头就在你脑袋上开花。姨父看到我的铁榔斧，身子往后缩了缩。你们一家都不是什么好人，真是不可理喻，都他妈的是什么人呢？我怎么遭遇到这种亲情？我把你们的事情说出去，看谁还敢和你们这种绝情的人相处。姨父无能狂怒，气急败坏，边走边骂人，一脚踢飞了路边的一个空瓶子。我默默地把他的电话放进黑名单，跟姨父家的交情到此为止了。生命只剩下6个月，我只想把之前想做没有做的事情做完，然后安然的离去。虽然妻子之前对我很嫌弃，但是我还是给她买了一个几万块的包，毕竟夫妻一场，我不想留下遗憾。妻子看我回来一脸心疼。谷小游和我约好明天上午来我家，他爷爷爱喝茶，我买了点普洱，打算送给他爷爷。差点忘记了，我给你买了个包放车里，后备箱一直忘记给你。一听说有包，妻子的眼睛瞬间变得有神。我把包从车里拿出来给妻子。陈夏，你抢银行啊？这包8万多！天啊，你这个败家子，老娘今天不打死你这败家子，天理难容！他张牙舞爪扑向我，要把我这败家子掐死。可还没扑过来，他闯进卫生间，发出干呕。怎么了？看得让你想吐。我一边在脑子里鄙视柳如烟，一边欣赏柳如烟的惨状。没事，刚刚忽然想呕吐，可能喝了2个。接着妻子嘴里说着，败家子，对着包咔嚓一阵乱拍，然后小心翼翼把包放进购物袋子。我点开她的朋友圈，发现这女人竟然打算转手卖掉，正品网上售价88000，想要的87999，少1块钱，哪个大冤种会买？我吐槽了下，刚准备去吃药，收拾一下。谷小游要来我们家，说现在去探望他爷爷，他顺便来看看这个包。妻子不好意思地说。我点了点头，拿出药瓶，发现里面的药已经不多，把剩下的药倒进嘴里，一口闷，看得妻子一阵难受。半个小时左右，谷小游到来，他简单跟我打了个招呼，就开始对着那包拍来拍去，还提着包让妻子帮他拍照合影。我有点郁闷，这女人不是说好要去看望她爷爷吗？两个女人唾沫横飞，讨论的热火朝天，完全忘记我在旁边。又是半个小时，终于3人走出门，妻子拎着自己以前的包，3人有说有笑去找谷小游的爷爷。一个老人打开房门，我和老人都愣住了。陈夏，你来干嘛？爷爷，你们认识？他化成灰我都认得。我进门走进客厅，把茶叶往桌上一放，坐在沙发上翘起2郎腿，不明真相的还以为我是这房子的主人。谷小游和妻子也满肚子疑惑，看这样子，好像我跟古明相当熟悉。这2人相差都快40岁，能有什么交集？你来我家干嘛？来你家干嘛？你孙女和我老婆是闺蜜，她知道我们住同一个小区，她叫我帮忙，顺便照顾一下。
万一你心脏病发展，我们可以提前给你订骨灰盒。你喜欢什么款式的？拼多多便宜，可以砍价。我不生气，绝对不能生气。他不断暗示自己，心中的怒火依然蠢蠢欲动，随时都可能爆发。他人老成精，看我那样，绝对不是古小游来求他来照顾我，否则干嘛要送我普洱茶这东西？光看包装，绝不便宜。到底什么事情？是不是要求我帮忙？找我帮忙可以，你去小区花园当众跪下给我认错，我老人家说不定心一软就答应你。你得吧，多大年龄了？我跪一天是一天，你还牛了？你没钱没权，这一退休老头，除了每月领退休工资，每天把食物加工成粪便，你有什么能力来帮我？对社会来说，你是负担，不是资源。目的地定好了没？金山垃圾场那边有快递控制，要不要我找人帮你提前规划个位置？他是故意激怒我，这种我都看不出我白活70岁。爷爷好久没见到你了，你还认识那个能治疗肺癌的老中医在哪里吗？有联系方式吗？小游，你是帮你同学问的吗？是陈夏的家人。小游，我跟你说，交朋友是好，但是有些人面兽心，你要学会分辨。这个陈夏不是什么好人，少跟他交往。我没跟郭小游交往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跟他认识不到1个小时。随便你认识多久，我肯定不会把医生介绍给你的。说吧，病人是你什么人？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。古明幸灾乐祸，毫不掩饰。陈夏，你别生气，我爷爷跟你开玩笑的，他人可好了，特别善。古爷爷，陈夏得了肺癌晚期，他才27岁，您就帮忙把医生介绍给他吧。古明睁大眼睛，好像瞬间年轻了10岁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他以为古明会马上告诉他那个中医的联系方式，古明差点笑出眼泪。恶人自有老天收拾。爷爷先别笑，那个医生电话呢？直接说地址也行。救人如救火。不给，绝对不给！我要为民除害。不给就不给，说不定那个医生根本就是个骗子，吹嘘出来的。叶医生怎么可能是骗子？我得肺癌10多年，如果不是叶医生，我10年前就死了。10多年都没把你病治好，这不是骗子是什么？我没做手术，没切除，10年没恶化，还有好转的迹象。你竟然说他是骗子？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敢不敢带我去当面对质？如果不敢，肯定是骗子，心虚。叶医生那边每天都有很多病人，你要是敢当着他们的面说叶医生是骗子，我看你怎么死的！必须给我当众认错。我跟着站起来，老头忽然清醒过来。好，你个陈夏，原来是激将法。想起我老人家这么睿智的人，怎么会上你的当？古爷爷陈夏脾气倔，您老人家大人大量不用跟一头倔驴计较。小姑娘，你老公不是倔是坏。我们在那边跳广场舞，没招惹任何人，他倒好，跑过来一阵猛砸，把我们音箱砸了，播放器砸了，还要让供电局的罚我们的款。你说说，这是人做的事情吗？陈夏，你凶啊？怎么不凶啊？上天惩罚你，老天总算开了眼。古小游和妻子这才知道我和古明结仇的过程。老头，我提前跟你说好了，你如果向我认错道歉，老老实实把叶医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我，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，也看在古小游和如烟是同学的份上，就饶了你，否则我让你后悔终生。我要是给你说了医生地址，我是你孙子。那你等着。还没等我说完，妻子赶紧拉着我出门。再等下去，估计这老头没有因为肺癌死掉，会直接被我气死。你今天怎么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对，我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是以前的我，一定会认错，向那老头承诺，他们要跳广场舞，随便跳，无论是为了少惹麻烦，还是为了自己的病，我都会这样做。但是今天我不愿意，因为我不高兴认错。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委屈自己，我只做自己高兴的事。先回家吧。妻子觉得我今天状态不对，两人回到家。我这次回农村，看到牲口，忽然想，力气大，耐力足，能干重活，但是效率太差，马能跑能拉，耐力差，鱼速度耐力都适中，脾气特别差，猪浑身都是毛，但是要踩了才能吃肉，毛皮实太少就会长膘，还容易生病。我就想，能不能进化出这样一种牲口，条件要求低，性格温顺，得病自己治，能干活，效率高，最好少休息。我以为这个世界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生物，直到回魔都村一天，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。你的意思是，结婚这些年，你就是那个牲口，对吧？我说的不仅仅是在家里，在公司也是牲口。妻子眼神漂浮，回想起3年不到的婚姻生活，她确定我说的是对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古小游再次出现，满脸苦笑。陈夏，你也真是的，何必跟一个老人计较？我爷爷都气死了。抵制不良习惯，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。古小游鄙视了我一眼。我跟如烟是好姐妹，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从我爷爷那里找到医生的联系方式的。不用，我能找到。于是我每天一大早就偷偷跟着古老头，他干嘛我干嘛，在菜市场，在公交车，去跳舞，跟了他7、8天，他终于受不了了，选择了报警。我被人跟踪了。附近就是东升派出所。古明先生，我们接到报警说你被人跟踪。对，跟踪我1周了，我都没法出门，太痛苦了。那个人就在楼下，我们小区的，叫陈迅。警察一听陈迅这名字，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这就是报复，报复陈迅让老爷子没法跳广场舞。古老爷子，你省点心吧。陈迅和你有矛盾，我们是知道的，你真没必要诬陷他跟踪你。大白天他在那边玩手机，你非要说别人跟踪你，我们当警察的也是人啊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
总不能去把一个玩手机的人抓起来吧？更何况他也住这个小区，在小区的公共凉亭休息，这是人家的权利。警察心中郁闷啊，现在的坏人变老了，逮住年轻人使劲坑，社会风气都这样，他们当警察的也改变不了。你这个小巡逻，你怎么说话的？陈迅明明在监督我，跟踪我，给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。你们当警察的成天就知道干饭吗？你们的工资就是我们缴的税。两人相互看了看，知道遇到耍无赖的，暗中叹气。老人耍无赖，目前还无解。两位治安经验丰富，已经有了解决方案。他们打开执法记录仪，和老人一起去楼下询问。陈迅先生，我们接到报案，说你长期跟踪股民。真要跟踪你，我不偷偷躲起来，跟踪人怎么会正大光明？古先生，我们没发现任何迹象，显示您被这位陈先生跟踪。如果没其他事情，我们就要回派出所。本次报案处理完毕。顺便提醒古先生一句，警察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，不是某个人用来打击报复另外一个人的工具。报假警是违法的。两个警察让陈迅签了个字，也开车离开。没2天，陈迅接到一个陌生电话。请问你是陈迅吗？我是，您哪位？我叫叶羽凡，你可以叫我叶医生。你是不是得了肺癌，而且是晚期？你先别问怎么知道的，如果你相信中医，来延长路632号，我给你把脉。谢谢，我相信中医的，马上就过来。他忽然看到了一丝希望，一丝求生的希望，很微弱，但至少没那么绝望。老人一言不发，就这样按在陈迅的脉搏上。小宝，你记录一下，这个病人的情况非常特殊，他心情郁结，应该持续了10年以上，导致心火被压抑。心属于火，火克金；肺属于金，火无法克金，导致肺部宣泄功能失效，多年积累就成了肺癌。可惜啊，可惜，现在的教育把孩子管太严格，最终还是会反映到孩子身体上。叶医生，我还有救吗？你肾气足，肾水旺盛，生机很强，但是你心气被压抑，导致心肾失调，反过来压制住了肺部，加上你抽烟太厉害，肺的宣泄功能又被压抑，毒素长期积累，你不得肺癌，天理难容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你的病积累太久，不仅仅是肺癌的问题，我只有不到1%的把握能治好，目前只能先吃点药试试看效果，以后每周这个时间过来，我给你把脉。陈迅听说只有1%的把握，心一下就凉透了。我带着一丝疑惑和7包中药回到家，发现杨梦雪已经搬走，连告别都没说。房间有点空，心中也有点空落落的。这时妻子的弟弟跑过来说，他被辞退了。他还不知道我跟他姐姐已经离婚。他告诉我，3个月前我去这家饭店工作，说好的是让我干厨师，实际上干的活是洗碗、洗菜、杀鱼、送菜等等，全都是杂活。老板说试用期3个月，工资5000，试用期满就可以当厨师，工资5000加提成。试用期工资先不发放，等干满3个月一起结算。没什么社会经验的我就答应了，老老实实干了3个月杂活。3个月时间到了之后，我要求转正当厨师，老板说已经有厨师，我就想辞职，打算把工资结算之后重新找厨师的工作。没想到老板直接翻脸，说我拆他饭店的台，忽然要走，饭店没找到顶替杨星宇的工人，整个饭店都开不下去，不但不给钱，还要我赔偿3个月的生活费，因为饭店包吃。旁边就是派出所，去告状吧，去报警吧，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，要么报警把我抓走，工资1分没用。这是老板的原话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他们耍无赖，肯定跟派出所的人很熟，当初说工资也是口头说的，没证据。这个事情我来解决，钱必须拿回来。这种老板肯定不是头一天坑员工，一个打杂的辞职，竟然说把整个饭店给拆台了，这明显就是想赖账。陈迅煎好药，把药水倒进碗中，一边等药水变凉，一边用手机看新闻。天理难容，病人家属悬赏10万追凶。一个劲爆的新闻标题跳出来。1个月前，60多岁的唐老太太买了水果去看望孙子，坐公交的时候跟一个年轻人发生冲突，年轻人把老人推倒在车上跑了。老人在医院躺了1个多月，花了50多万还没全好，唐老太太家人出10万公开悬赏。报道的内容与陈迅紧密相关，因为他是当事人之一。陈迅忽然有个荒谬的想法，这个唐老太不是什么好鸟，他的家人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走，先去你说的那个饭店。陈迅看着饭店的玻璃大门，仔细看了看门上的门把手，心中已经想好该怎么做。你给你姐说一声，就说今天晚上不回家，住我这里，明天上午回去。陈迅带着杨星宇去了5金市场，选了根很粗的铁链子。老板多少钱？150。太贵了吧？这破锁150，抢劫啊！真的不贵，纯钢做的，买这种锁的人都是大老板。好吧，我买回去试试，如果不行可以退货吗？10天内无条件退货，10年老店绝对放心。那锁最多120，姐夫你被坑了。我知道，不是能退吗？第2天，两人神清气爽。陈迅拿出那胳膊粗的铁链子，走，去饭店拿你的工资。两人来到饭店的时候，刚好12点，是饭点，也是就餐高峰期。陈迅上前把饭店玻璃门一拉，用胳膊粗细的铁链子锁挂上去，锁死。客人在外面进不去，里面的出不来。饭店老板2口子气得跳脚。去报警啊！去逃错啊！抓我呀！去法院起诉啊！反正不得开锁，抓我，我明天又来。饭店男老板气得血冲脸，从店里拿出一把菜刀，被女老板死死抱住。周围围满了人，都在问怎么回事。杨星宇把老板扣了3个月工资不发的事情说了，还说老板不但不发工资，还要找他要饭钱。来吃饭的客人纷纷谴责老板。老板精明人，知道这个时候越解释越没人相信，他拉下脸给杨星宇赚了1万。每个月工资8000，3个月你再给我15000，另外这把锁150块钱，我有小票，从不骗人。陈迅掏出买锁的小票，
把老板本来就已经升高的血压又往上提升了一点。老板忍着恶心，给杨星宇又赚了钱，凑够2万4的工资加150链子锁费用，就当钱拿去喂狗了。老板自我安慰着，我知道你想报复，你想报复，我敢继续做，有本事拿刀砍我。老板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把陈迅给吃了。怕陈迅第2天来锁，老板只好强忍住怒气。兄弟，算你狠，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如何？老板爽快人到此结束。姐夫，你真厉害，和我一起回家，把我姐接回去吧。先去五金市场，去干嘛？退货呀。这锁150买的，不退你留着干嘛？杨星宇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了，到处都是套路。